次的他也想到处玩，要来体验人生第一次的进香团之行。本来也是想要带老婆、小孩一同前往，但考虑这次人潮真的太多，加上老婆也有其他事要忙，所以就很难得报了人生第一次进香团。那这次就是要前往北港来参与白沙屯妈祖的盛事。说真的，如果是一个人出游的话，我还蛮推荐这种一日行的游览车旅游，只要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其他事都不用烦恼，直接再到定点玩就好。像这样从高雄到北港来回，含早晚餐跟其他服务也才1000元。我自己开车或坐车都不止这些车钱了，也难怪这种进香国旅团相当的盛行。那到达第一个休息站，下车尿尿后，就要直接前往北港了。知道这次妈祖盛事相当浩大，但大道下交流道就开始有点塞车，许多民众甚至是离朝天宫还有6-7公里就开始走，真的让我非常的吃惊。这还是天气开始炎热的情况下，就这样一路到了北港最外围的横堤。虽然才9点半，这边游览车都已经挤得水泄不通。据后来新闻报道，当天这里挤进近90几辆游览车，而当天整个北港镇更是挤进60几万的人潮，直接把这次的进香体验提高到困难模式。也有很多民间团体自主性的发起接驳车服务，走过这一次的绕境活动，真的会有很深的感受。你在路上看到的结缘品、接驳车等等，全部都是无偿的，心中真的会浮出“施比受有福”这句话。那这边就开始自由活动了，我这边就是先前往北港武德宫走走逛逛。这段路虽然有2公里，但这里却是最适合走的路线，有交通管制，跟各式各样的活动跟结缘品，甚至连手机行动充电站都有。虽然以前就听闻过这种结缘文化，但第一次亲自体验，心中感触真的很深。不管是特地从外县市在凉水过来，或者是当地民众自己煮的结缘品，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少，都希望你能拿。不知道为何，感受这种热情都会让我眼眶含泪。这难道就是属于在地台湾人的浪漫吗？甚至会让我想要明年也来参与这种结缘活动，感受这种施比受有福的心情。那开始走到稍微靠近武德宫的距离后，这边人潮马上汹涌起来。望眼过去，几乎都是有报名登记的信众们，用一片菊海来形容也不为过。我还特别去查这种结缘文化的起由是怎么来的。根据外交部初刊的《光华》杂志中所报道，最早就是由白沙屯妈祖活动而开始的。初期为北港人集资做莲花香火，与白沙屯人结缘。后期转变成为妈祖信仰宣传，发放给没有参与进香的民众。近年来则转变成广发各种物品帮忙香灯脚补给，久而久之就演变成现在这模式。从饮料、饼干、毛巾、药膏、盐糖到热茶、热饭跟休息站，这些物资无需报酬，不求回报，展现了信仰与善意交织的力量。对绕境的香灯脚来讲，不只是身体的补给，更是心灵的支持。虽然我只是一日进香团的游客，也能感受到这股热情。而活动规模也已经变成当地企业的一环了。看到这红布条，让我反思问自己：进香的传统会在我们这代结束，还是继续茁壮呢？别的不说，光是从这次实际登记的信众来讲，从20年前的3000位信众，成长到今年的33万，去年也是将近15万人，今年直接成长1倍。这种现象级的社会活动，而且是每年都有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惊人。
终于走到了北港武德宫，这里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庙之一。那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座庙的由来。这里为财神信仰的发源地，台湾首座财神庙，全台的正统财神庙宇俱由此分灵而出。后来更演变成两岸三地天官五财神信仰的总根据地。当中的主神即为《封神榜》里的赵公明，率领东西南北各路财神，合称五路财神爷。这边也聊聊为什么白沙屯妈祖别名叫粉红超跑的趣闻。以下为庙方脸书的说法：2013年时，妈祖准备在彰化花坛的昌一汽车厂过夜。妈祖示意一辆停在展示中心里面的白色 BMW 汽车让位，汽车厂员工经庙方人员告知后，迅速将该辆车移走。神教马上以倒车入库的姿势停在该位置，众人对妈祖此举无不啧啧称奇。加上轿顶又绑有粉红色防水帆布，所以粉红超跑的昵称就开始广为人知了。但我个人觉得，是这绕境的速度真的太夸张了，36个小时居然可以走完近120公里的路程。去年更一度创下时速7公里的超高速，今年也是维持在4到5公里的水准，这真的是接近超级马拉松等级的程度了，也算是非常另类的粉红超跑。再来最令人津津乐道的，就是白沙屯妈祖的绕境。每年的终点站虽然都在北港朝天宫，但却是没有固定的绕境路线，全凭妈祖当下的旨意。每当神教到交叉路口时，教班人员就会停下来感应妈祖的指示，当中充满许多神秘感，甚至是择定方向之后还会转弯。而当中就属发生在2001年这次绕境最为神奇。神教要过浊水溪时，不走西罗大桥，选择从桥下方的沙洲中间涉水过浊水溪，也就是这张历史图片。香灯脚当然也紧紧跟随。那这张香灯脚一起陪白沙屯妈祖老溪过河的照片，也成为白沙屯进香的经典照片之一。在这种充满神秘感的绕境中，展现出白沙屯妈祖的魅力所在，也就越来越多的民众来参与绕境的活动当中。像此次进香全程共10天9夜，报名人数超过33万人。进香报名公费每名700元，可获得进香服、帽子、臂章、毛巾。但也不是没报名就不能陪同绕境，一般民众一样可以随行来体验绕境的魅力，甚至很多国外游客以当是大型徒步环岛的活动来参与。这次会那么多人参与，也刚好与假日重叠。一般来讲，庙方会用小告，又称把杯，来为每年进香活动进行择日，所以每年的进香日期都不一定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。像这次就非常多，是用劳动节加星期五请假，一次走完从苗栗到北港这段绕境，所以造就了这次空前盛况。要不是没有提早准备，要不然我也很想来挑战，只是一定要做好充沛的体能准备就是了。这次绕境天气非常好，但也连带许多民众中暑。天气炎热加上过多的运动量，也容易造成危险。那也来讲讲钻教脚的习俗。我是在查相关资料才知道，一般来讲，已经报名香灯脚的民众是不能再钻教脚。香灯脚从报名那刻起，名字就已写进文书。整段进香过程中都有兵将护持。根据进香规范，除非有特殊状况，例如代替家人祈福，或手持虚过教底的衣物即可。因为我每次看到这种钻教脚的影片，总是会让人鼻头一酸，尤其是妈妈抱着生病的小孩，顶在烈日之下，跪在烫人的路上等待妈祖前来，祈求能为自己的孩子带来一点福缘。我想这就是宗教习俗能带给每个人生活的力量吧。当然，这也是网络上查到的资料。如果有不同的见解，请各位观众指点一二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。那进香队伍抵达北港后，白沙屯妈祖在进朝天宫前，一律都会停驾在北城派出所，等待所有随香的香灯脚到齐后，妈祖再率领所有香灯脚
以3进3退的大礼向北港妈致意，再一起进入朝天宫完成入庙仪式。那这边白沙屯妈祖也已经停驾在北城派出所，现在由警方与随行人员开道，要准备起驾前往朝天宫了。这边约2分钟的时间，就来好好近距离感受这白沙屯妈祖的魅力吧。要多喝水，要多喝水。太强了！地上很快。公社人员，我们的警察，来了，你有看到小狮子吗？没有，好，来了，可以到了，我的头顶来了。妈祖我爱你，妈祖妈祖妈祖我爱你，妈祖妈祖我爱你。随妈祖过去后，整个信徒动线都要往朝天宫过去。虽然我不是当地人，还好我有 Google 地图来走捷径。这条就好走很多了。走在刚刚的路上，要到朝天宫至少要卡1个小时。像走在这里，就好像有一种跟北港融为一体的感觉。就算是会来北港，那也是开车经过而已。要像这样用走路来逛，还真的是头一次体验。这也是一种深入体验乡镇的感觉吧。难怪也有人说，绕境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台湾地方之美。随信徒全部前往朝天宫这里，真的已经完全挤到不能动了。这边真的要提醒各位观众，有婴儿车或推轮椅的，真的就不要进来了。像我这种正常体格的成年人，都能被挤到呼吸困难，更何况是瘦小的孩童跟老人呢？直接把这进香模式调到超级困的模式了。终于看到朝天宫了，本以为还能靠身材优势，稍微看能不能再进去一点，拍个全景。想不到在这里就已经完全动弹不得，唯一还能动的就是把昏倒的民众拖出去的救护人员。那只好停在原地来听庙方的祝词。等庙方会喊进欧这句词，先来帮各位观众科普一下。从字面来看，进欧就是进来吧的意思。不过在白沙屯妈祖进香中，这句话承载着更深的历史与文化意涵，其起源可追溯至古代觐见神明的一次性语言。随时代演变，这些词汇渐渐口语化，于是就变成今日的口号了。说真的，这场动线真的完全不行，加上天气太热，就我在离开的途中，至少5、6个民众昏倒。只能说是今年的活动真的太多人了，还是官方没意识这次人潮的可怕，也只能说幸亏妈祖保佑，才没有造成憾事出现。总之，我花了足足40分钟，才得以走出50公尺来脱困。那里游览车上车还有1个小时，就去北港老街逛逛吧。其实北港老街并不大，但今天人真的太多，看起来走到哪里买吃的都要排队，再算上要走回游览车的时间，可能只能吃个小点心了。那就选这家冰店来消消暑，吃个冰，等好在车上睡一下。我也觉得我快中暑了。
对，这样一碗冰40元，可以选4种料，也没随活动而涨价，这店家也算是佛心来的。那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吃冰了。趁吃冰的时候，也来讲讲这次的体验。说真的，除了感动，还是感动而已。虽然因为人潮太多造成的推挤不适，让许多民众的火气都上来了，但来劝架的民众说出这个关键字后，也都能平息怒火。大家都是来祈求妈祖保佑平安的，就一人退一步，消消火气吧，比警察劝架还有用。整个绕境活动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结缘品，也不是因为免费拿的关系，而是那种发自内心递给你凉水，甚至是食物。希望你能支持下去，能再加油一点，并不存在任何的商业行为。真的是小至3岁小孩，大至80岁的阿嬷，都这样为你祈福保平安，能顺利完成这次绕境。我是真的深受感动。如果各位观众也有参与到绕境活动，对于这些结缘品，你的感受又是如何呢？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。那吃完就到北港观光大桥来留影一下。离整个绕境活动完还有好几天，也希望在妈祖的保佑之下，活动能顺利的结束。那也藉这个机会向妈祖祈求平安给家人，希望大家能事事顺心，身体健康。那这次的北港一日进香团也算是成功结束了，等等就要准备回游览车了。那希望明年也还有机会来参与的更深入一点。毕竟这种全程绕境的活动，一生至少要来体验一次吧。那进香团的必备活动，逛观光工厂当然也不能少。利用影片的一点时间，也来介绍一下这间咖啡工厂。这间其实好几年前我就来过一次了，当时也当这里是个下山尿尿的地方，想不到经过这些年后，还能来到这里。看到这个品牌，总会让我想到某个作者的小说，那真的是一段青涩的岁月啊。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，想要喝点咖啡，但又不喜欢冲泡式的咖啡，于是就把这里的吉隆式咖啡都喝了一遍。想不到居然有我喜欢的口味，这在以前我是完全不会买这类型的商品，想不到这次居然还买了2盒，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难道是我身上的中年荷尔蒙开始发作了吗？对了，这可不是业配啊，只能说刚好找到喜欢的口味而已。以前一直都很怀疑这种观光工厂是要怎么生存，大部分都是在郊区，一般民众应该也不会特别来。如果没有这种游览车国旅的话，应该是很难生存得下去吧？难道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既然逛完了观光工厂，那宴会热炒自然也是少不了。像这种1000元的国旅，还能吃热炒，已经是非常好了。我还有遇过是去吃庙里的结缘米粉。我们是比较早到一点，所以看起来没几桌，等等也是能坐满5成的。说真的，这菜色是出乎意料的好。本来以为是3-4样菜，简单填个肚子而已。想不到后面菜越上越多，跟一般宴会菜差不多了。这样蒜头是要从哪边生出来啊？这样一桌也要3-4千元吧？真的是没参加过这种进香团，真的都不知道还能有这样的餐点水准。难道是要像这样一辆支架吗？不过看来看去，我居然在里面这里算是幼齿的，真是有点不好意思。那本集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，希望这次的进香团影片各位观众会喜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一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